29岁正是一个女孩迈向成熟女人的黄金阶段，可在马来西亚却有一名29岁的女子从小就异于常人，不管什么时候她都光着身子像蛇一样爬行，因此呢被当地人称为蛇女。每当家人替她穿上衣服时，她就会把衣服撕掉，并且愤怒地扔在地上。这样的举动令父母非常懊恼，到底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时年29岁的温金兰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贫寒的家庭。温金兰打从出生就不喜欢穿衣服，即使天气变冷，她也一样光着身子。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跟正常人不一样哦，只能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因此被街坊邻居称为蛇女。根据蛇女的母亲时年60岁的杨亚妹说，当年她在怀孕的时候曾打死过一条蛇，没想到就生下这么一个不爱穿衣服、舌头像蛇一样不断蠕动的女儿。每次吃饱后呢，蛇女就会像蛇一样蜷缩在地上，翘起双脚睡觉。自从蛇女出生以来温金兰的父母呢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带着女儿遍访名医，但都无法治愈女儿的怪病。虽然已经29岁，但她看上去却像一个10岁的小姑娘，只有1米多高，而她的智力也只像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这些年来，心地善良的母亲杨亚妹一直都很努力照顾好女儿。但由于72岁的丈夫温顺来突患重病，因此杨亚妹每天都要去医院照料丈夫，没办法兼顾丈夫和女儿的情况下，只好向当地社会求助。在有关部门的热心帮助下，母亲杨亚妹陪伴蛇女温金兰来到了当地的幸运之家儿童中心，暂时委托这个社会福利部门照料。在抵达儿童中心时呢，孩子们正在享用丰盛的午餐，而幸运之家的负责人也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饭菜给温金兰填饱肚子。然而这名蛇女依然像小孩一样，要母亲一口一口的喂饭。吃饭时呢，她乖乖地坐在母亲双脚前，吃得津津有味。吃饱后呢，一丝不挂的蛇女就撒娇地躺在地上，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伸开2只脚昏昏欲睡，舌头如蛇般不停地伸出蠕动，看上去就像一个打盹的蟒蛇。由于儿童中心禁止任何人赤身裸体，负责人张国良吩咐员工拿衣服给蛇女穿上。可是当满头大汗的员工替她穿上后，温金兰又很快把衣服脱个精光，愤怒地扔在地上。随后，儿童中心的员工在其母亲杨亚妹的协助下，费了9牛2虎之力，才又给她穿上衣服。为了防止她再次脱掉衣服，杨亚妹含泪同意员工暂时把她的双手绑在睡椅旁边，而可怜的蛇女无力挣脱，只能低着头坐在地上发呆。旁人都感到非常心酸。然而这个世界上却还有无数个像蛇女温金兰一样不可思议的孩子。接下来小南就和大家分享其中4个孩子的故事。在秘鲁首都利马北部一个山村里，一个青年妇女生下了一名举世震惊的婴儿，半人半瓦的男孩。接生的医生给他取名叫蛙孩。当时一位助产护士说这个婴儿的头部开始出现时，我发觉他的皮肤粗糙得像鱼鳞皮，随后看到他的脸部形状时，吓得我呆住了。由于他长得实在是太古怪所以连他的母亲也不能去探望。他居住在一间模仿青蛙自然生长环境的这个实验室内，由20多名医生、专家和护士每24小时轮流照顾他，以确保他能继续活下去。这个孩子呢，双眼突出，头部似是一个青蛙，但他的鼻子却与人无异，嘴唇十分厚，像一只青蛙的嘴唇。手指和脚趾呢，皆较一般正常的婴儿长，双脚略是人，但扁平，
脚趾之间有蹼相连，双腿十分长，弯曲起来时膝盖可以达到鼻子。这双腿用来跳多于行走，简直就是青蛙腿。蛙孩的母亲则说：“我不知道怎么会生下这个怪婴，我就像其他母亲一样，正常的怀着肚里的儿子。唯一的例外是有一天，我不小心掉进附近的一个河塘里，但这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后果。”然而，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关注，医生们呢拒绝透露这名蛙孩的消息。但有一名医生发表意见说他可能是自然界一次突变的结果，使得这名孩子天生就没有完整的脑袋。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某间公寓里，有个名叫沃纳的4岁男孩，由于双亲对他几乎没什么照顾，因此呢，他便由家里的这个母狼犬抚育长大，导致他的行动举止与小狗十分相似。沃纳平时呢像狼一样呼吸，叫声如犬，并且他是俯趴而睡，双臂前伸，头侧枕在一只手臂上，姿势与犬类根本没有分别。然而沃纳的手脚却出奇的干净，原来是因为母狗不时的舔它，而且沃纳呢只会叫出艾斯塔的单词，艾斯塔正是母狗的名字。由于沃纳的父亲已经失业多年，导致生活家境贫困，而父母呢大部分时间都把孩子与狗一起锁在房子里。后来这件事被邻居揭发后呢，当地检察官以虐待儿童的罪名控告沃纳的父母。在中国辽宁省泰安县发现了一名习性与猪相似的儿童这名女孩从小就喜欢和猪在一起玩耍，并且经常背着大人偷吃猪屎和吸吮猪奶，有时还甚至偷偷睡在这个猪圈里。有趣的是，猪不拱也不咬它，即便性情暴烈的猪，只要听到它的哼叫，就会驯服地跪到它的身边。当小女孩和猪玩得开心的时候，只要大人阻止，她就会一边反抗一边哭。然而，这名小女孩的身体外形与一般儿童一样，但表情呆板，口语不清，常常像猪一样哼叫呼吸，并且十分喜欢像摇尾巴似的轮流晃动她的腿。经过多次全身检查后呢，中国医科大学的专家初步认为，他奇特的习性完全是因为长期和猪在一起生活形成的。如果要彻底根除他这些行为，并恢复正常人的功能呢，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探险家阿芒只身横跨西属策哈拉，在一片沙漠上，他惊讶地发现羚羊群中有一个年约12岁的小男孩。他的蹦跳幅度不但惊人，而且移动频率很快，并善于攀登这个悬崖峭壁。这名男孩使用的交流方式也是遵循羚羊群体的法规，像是舌舔足体、摆头和甩耳。经过探险家阿芒多日的观察，羚羊男孩的嗅觉灵敏，而且视觉呢看起来也非常发达，他能望到很遥远的地方。然而他几乎不睡觉，吃的都是草叶。更惊人的是他和其他羚羊一样，会用自己的尿水和粪便表明自己的领地。看到这些案例小南也只能感叹，哇，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那大家有没有听闻过什么奇闻异事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现在呢，我刚下班，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塞车最近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少出门啦，要戴好口罩。即使有事情要出门也一定要严格遵守 SOP 哦。好的，唠叨完，说回正事，就是近这几期小南的选案影片，大家有没有觉得收音的那个质量有比较好呢？如果是发音问题的话呢，还是要给一点时间我去继续努力改进的啦。
因为现在也是戴着牙套维持器的关系嘛，所以呢，有些咬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标准啦，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哈。还有一些观众也是觉得我的语速比较慢的话呢，那你们就可以调快这个影片的速度啦。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